河南挖出姜子牙墓，墓中发现无数珍奇异宝，无人敢盗。就算有人进入墓室，也是有去无回，直接被墓室中各种暗门机关陷入其中。而当专家挖開墓門時，發現了無數盜墓賊的遺骸，死狀十分詭異。那此墓到底有什麼玄機之處呢？就當專家打開墓室後，一樣法器出現在眾人眼前，這可把在場人員驚出一身冷汗。難道這就是姜子牙貼身寶貝？而周邊的村民也是驚呼，這就是姜子牙貼身法器，它才是讓盜墓賊聞風喪膽、有來無回的秘密。感興趣的老鐵不妨點個關注，點個讚。我們接着往下看。姜子牙大約是公元前1015年，姜姓，呂氏，字子牙，號飛熊，生於1156年，卒於公元前1017年，壽於139歲。可以說姜子牙一生經歷了太多的苦難。最初他本是在朝歌宰殺牛羊困討生活的小商販，直到50歲還沒討到老婆，只因在渭水河畔直鈎釣魚，才被周文王發現他的奇特之處，不僅給周文王建立了800年堅實基業，還給自己留下建功安邦的好名聲。他就是手握大神鞭，雲遊四海的姜太公呂尚。他幫助周文王攻克了商朝，最後被周文王封地齊丘，建立了齊國。最終姜子牙於周朝都城镐京去世，但在河南的一個小山村，專家在古墓中挖掘出一件樣式法器的玉佩，專家吃驚了起來。難道這件就是姜子牙用來上打神將、下掃凡人的打神鞭？據歷史記載，姜子牙是河南人，也有人說他是安徽人。這一次在河南郭莊出土了一座大墓，墓中出土的器皿如果真是姜子牙的法器，那麼就能證明他是河南人。自從發現了姜子牙的墓之後，就有幾十個盜墓團夥前仆後續的去偷盜，結果每一次進入都是有去無回，這也讓古墓成為傳說中最難盜挖的墓地。甚至有人傳言，姜子牙當年直鈎釣魚的魚竿也一同埋葬在墓中。自從盜墓賊有去無回的傳言被大家流傳後，村裡面的大人就告誡後人，千萬不要盜墓，甚至連靠近古墓都可能會把小命給搭進去。河南挖出姜子牙墓，墓內藏有各種珍奇異寶，還遍布各種機關陣法，只要有人活動物進去墓室，基本都是有去無回。這讓當地不少村民有想法去探寶，也變得謹慎起來。要知道姜子牙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，那麼歷史上真的有姜太公這號人物嗎？在歷史上記載的是，姜子牙功高蓋世，他出生在一個敗落的貴族之家，從小出生貧寒，從小就要為生活四處奔波，70歲還依然碌碌無為。很多人在這個年紀就已經放棄了拼搏的年紀，但這位姜太公卻不同了，在70歲的時候還整天研究天文地理、軍事謀略，研究治國安邦之道，終於有一天學有所成。但卑躬屈膝的性格又無法讓自己引來更多的關注，所以就整天在渭水河畔直鈎釣魚。他的選擇是讓人來人往的行人記住自己，並不斷跟行人講解他的垂釣理念和心法，只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，不為金鱗射，只釣王與侯。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最終在渭河兩岸引起了不小的口碑。當時的西伯侯姬昌也聽聞此事，特意外出尋的此人。西伯侯姬昌上前跟姜子牙一交談，果然發現姜子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於是就要請他去做自己的軍師。不過姜子牙並沒有立馬同意，而是告訴周文王自己垂釣太久，雙腳麻木不能行走的借口，要求姬昌親自背自己一程才肯跟姬昌回去。求賢若渴的姬昌二話不說，拉起上背，背上姜太大公就走。
一口氣竟然走了800步。結果停下休息的時候，姜太公就說了一句：“今日您背我800步，日後我保周朝江山800年。”於是就有了文王拉車800步，周朝天下800年的說法。姬昌回頭一想，開始應該多背幾步。姜子牙死後，在唐宋之前，歷代皇帝尊他為兵家鼻祖武聖，甚至李世民都自稱是姜子牙的化身。當然，這位全智全能的人物，到了元朝更是演变成了神。在電視《封神演義》當中，姜子牙變成了接管封神大任的判官。這裡面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，就是在姜子牙封神的時候，最後一個位置当然是玉皇大帝了。這個位置原本是要留給自己坐的，但身邊幾個能臣問道：“這個位置誰來坐？”姜子牙不好明說自己坐，就說自然有人坐。但就在這個時候，身邊一個友人想都不想，趕緊坐了上去。原來這個人姓張，名友仁。姜子牙一看氣傻了，心想：你張友仁算什麼東西？你再坐一個位置，我等會坐房梁上，肯定比你高，並詛咒玉帝男盜女娼。當然，玉帝的家門的確很多不幸，不是女仙思凡下界，就是男的迷戀紅塵。那你覺得是這樣嗎？河南挖出姜子牙墓，墓內寶藏萬千，卻無人問津。當專家挖開墓室的那一刻，驚奇也是一個接一個。大家都知道，古墓大多都是用夯土回填，但河南出土的姜子牙墓並不是夯土，而是大面積的流沙堆積而成。為什麼姜子牙的墓會用細沙堆積而成呢？這不僅讓考古專家不解，他們帶着疑惑不斷向古墓下面探索。終於在現代技術的幫助下，下面傳來了咚咚的聲音。難道這就是古人常用的防盜墓嗎？墓地分為6層，第1層是由細沙堆積，而第2層則是亂石層，第3次蒙頂石，第4層貼頂石，第5層攔腰石，第6層臥底石。只要有不怕死的盜墓賊敢輕易挖掘姜子牙的墓，那麼上面的石塊以及沙礫就會蜂擁而至，直接將盜墓賊砸死在墓室外。所以說，在河南發現姜子牙的墓葬依然保存完好，雖說在地下深埋3000多年，完好程度也是世界之最。相信在考古人員的精心準備中，一定可以挖出精美的陪葬品。果不其然，墓室內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鼎。